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谭健次，希望大家听到我名字时想到的是口碑。演戏时，谭健次心里一直有一个起到警醒作用的声音，它有时是一种评判，有可能代表一部分观众，但更为重要的是，它能够避免他陷入自我混沌。你首先自己要入戏，之后再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表演、自己的创作。18点整，约定的采访时间到了。谭健次的同事敲门而入，抱歉地询问能否晚1点开始，谭老师想看一下播出情况。10分钟后，一身黑色的谭健次从门外走来，少了直播时的夹克外套和金丝边眼镜，他显得更加松弛。得知我提前看过片，他迫不及待地透露，第1集出场的镜头，就是我进组拍的第1个镜头。最忐忑的时候，猎罪图鉴下文简称猎一取得的成功，为谭健次打开了职业生涯的新局面，也拉高了大家对第2季的期待值。第2季和第1季隔了3年，这期间我接触了这么多人和事，还有角色。再回到这个角色，首先你不能脱离嘛，你不能跟第1季不一样。所以再回来找这个人物的时候，其实是比较紧张的。他这样说道。拍第1场戏时，谭健次不停地查看监视器回放，问在场的人自己脱离了吗？包括导演在内的主创们告诉他没有，他才稍微放心一点，可仍觉得自己状态还没有完全恢复。他当时以为恢复状态要花很长时间，孰料1-2天后就找到了感觉，那个过程没法形容，一下就找到了，拧成一股绳。拿到猎2的剧本时，谭健次重点关注每个案件的前因后果。至于沈毅这个人物，其实是我跟导演、编剧、制片人，包括嘉哥金世佳，我们一起去把人物的内心挖得更透，包括人物关系等等。假如角色有色彩，那谭健次眼中的沈毅是加了几分红与黑的棕色，因为棕色比较有安全感，比较踏实。红色可能更多的一部分是沈毅赤诚的、勇敢的那一面，黑色可能是沈毅比较神秘的，他藏起来的那一面。进入猎2，沈毅的色彩本质上没变，还是一个表面上很温暖、很体贴，但是骨子里很疯的人。不过他身上的看点发生了变化，这一季沈毅走向了一个新的探索，他开始想去预防犯罪，想去化见人心，想知道为什么他们会犯罪。在谭健次看来，第2季涉及的犯罪心理不仅话题本身很值得探讨，也让沈毅在技术和心理上往前迈出了既不可思议又危险的一步。实际上，沈毅这层变化在猎1里已见端倪，给谭健次留下了一个深度创作的把手。在猎2里，这个把手既给了谭健次表演的着力点，也仿佛一个信号，提醒他沈毅将以身入局，进入每个罪犯内心的深渊，所以他就会变得不像沈毅了。那对于我来说，演起来一定是有挑战和困难的。要克服这些困难，除了琢磨别无他法，他只能不停地跟沈毅对话，跟每个罪犯甚至饰演他们的演员对话，去深入了解他们，去感受大于一切。自己琢磨戏时，谭健次基本上都是独自待在房间里，想到什么就拿笔记下来，或者自己试着演一下角色的反应。到了片场，他会跟其他主创讨论戏和角色。大家从第1季演过来，又看过第1季，我觉得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这个角色，你就免去了给这个角色和这个故事做功课的时间，大家瞬间就能打成一片，可以给这个角色提供更好的建议。谭健次说，结束1天的工作，他们有时候会攒一个饭局，边吃饭边聊人物塑造和后面的剧情。基本上生活中也离不开创作这些角色的点点滴滴。谭健次觉得这种集体创作的感觉特别好，
我喜欢在这样的剧组里工作，那种在剧组里大家安安静静的，就可能会少了二度创作的那些有意思的碰撞。在他的印象里，猎二的每场戏几乎都经过了仔细的讨论。那时候我们经常说，大家的拧成一股绳，只有当你拧成一股绳的时候，这个戏才会叠起来，才会叠得好看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戏离不开所有人的努力。演戏时，谭健次心里一直有一个起到警醒作用的声音，它有时是一种评判，有可能代表一部分观众，但更为重要的是，它能够避免他陷入自我混沌。你首先自己要入戏，之后再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表演、自己的创作，把自己雕琢成一个更好的人。在沈毅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角色本身的变化，也看到了谭健次这3年来作为演员的成长。比如为了刻画沈毅藏起来的那一面，他设计了一些想象空间，去体现角色与生俱来的感知力和直觉，让观众更能体会到他的心理活动。比如说小蛋壳那场戏，沈毅就需要设身处地地进入到当下的环境中，让自己真正走进小蛋壳的世界和小蛋壳的童年里，但这些其实都是在他脑子里形成的。这个案件让谭健次思考，偶像给予粉丝的可能更多是精神上的支持和引导，以及生活的乐趣和动力。粉丝的支持让偶像更有前进的动力，并使其职业更具责任和意义，两者之间应该是正向的能量传递。借此，谭健次希望呼吁大家理智追星，这件事归根结底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，不是让你去为了任何人而活。包括网络上的一些声音等等，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去反复的思考。反观自己，谭健次的想法一如既往，因为有了更多粉丝的支持，我突然觉得我的工作好像已经不仅仅是个文艺工作者那么简单。我有这个责任把我最好的一面，还有我觉得非常好的价值观带给大家，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更有能量。会更有压力吗？谭健次回答，压力肯定是有的，你很难随心所欲了，你不可能像以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，既然这个使命已经落在肩上了，那你就要去完成。不能说自己做得特别好，但是要做到自己的最好。入行10余年，谭健次对这份职业的理解也随着阅历的丰富与处境的变化而变化。前期我可能更多的是觉得我要踏踏实实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，对得起这份工作和获得的回报。后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我，支持我，我可能就不仅是需要完成这个工作那么简单。谭健次接着说，可能要从你本人开始，你也要塑造你自己，把自己雕琢成一个更好的人，你才能对得起大家对你的支持和喜爱，不然就可能会起到一些不好的带头作用。从最基本、最日常的言行举止、待人接物开始，谭健次进行着自我的雕琢，他的生活自然会因此改变。但他觉得自己习惯了，因为现在可能我大部分时间被工作充斥，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去做别的事情。另一方面，粉丝变多，知名度上升，让谭健次在工作中也有了更多选择。以前可能很多角色包括剧本应该不会递到我这儿，甚至说去争取可能也争取不到，那现在可能机会会多一些。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，选择变多，偶尔也会带来甜蜜的烦恼，剧本看不过来，或必须在几个项目之间做选择，那就到了天秤座最困难的时候。谭健次微微一笑，就要去权衡，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，需要大家一起开会讨论。谭健次更看重角色跟自己是否适配，也就是他相不相信自己是这个角色，以及有没有挑战性。再有就是故事有没有吸引力，班底好不好。做前期判断时，他还会站在观众视角看一下，
或者让身边的人帮忙把关。除非真的遇到这样的角色，就非他不行，一看到就走不动道了，那我可能也会任性。谭健次补充道：我觉得把戏演好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的。猎二开播前2天，谭健次刚结束今年的个人巡回演唱会，衔接得非常好，卡得像我精心安排的一样。可是剧集哪天播出，他怎么能安排？他能安排的不过是自己的工作时间。比如说我前段时间专心在做演唱会，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投入，我也不看剧本了，也不怎么接戏了，我就专心琢磨自己的舞蹈，还有演唱会上的一些策划编排。过去谭健次出一首歌大多需要半年，有的甚至1年，舞蹈也都需要大量训练，每个动作抠得非常细，要变成肌肉记忆，你才能上台。这次开个人巡演，他惊异地发现，现在好多东西1、2天甚至半天就可以产出，非常快。面对这种快节奏，他坦言自己有点跟不上，他有在慢慢适应，却始终不想拍戏和演唱会同时进行，即便他如果努力，没准也能做到。眼下演戏是谭健次的事业重心，但他不会刻意分配演员和歌手工作的比重，因为两者都是产出作品的过程，是相互沟通、相互加成的。于他而言，演戏和唱歌都是表演，且都能让人感受到能量。不同的是，前者有时需要压低自己的锋芒，能量更多来自演员和角色的化学反应，后者则需要你时刻是大家的焦点。能量迸发在舞台上，可能是表演者在那一刻感到愉悦，感到有成就的快感。谭健次曾说，拿第1之前，他一点都不喜欢跳舞。可是，在做演员的漫长的所谓无名期里，他从未不喜欢表演。可能因为自己开局特别好，开头的时候遇到了很多良师益友，他们给我树立了很多榜样，打开了我对表演的认知。我就觉得把戏演好这件事情是非常神圣的，因此在这条路上他从来不着急，也从未想过放弃。我可能更在乎口碑，我比较享受的是大家觉得我演得好，大家觉得这个角色、这个演员不错，这个是我的嗨点。红这个事情我当然不排斥，但是不红的话又能怎么样？我也有戏拍，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本事养活我自己，这也够了。艺人在粉丝那里的口碑，有一小部分来自他们的滤镜。谭健次觉得这没什么，因为自己从没立过任何人设。不过，演员的确要有自己的风格和独特魅力，你需要跟角色去碰撞，才能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存在。这是他正在发掘的东西。过去，谭健次好胜心比较强，这2年他的心态放得更平了，也少了很多得失心。虽然偶尔还是会焦虑，比如每场演唱会前，他都害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好，于是不停排练，但是尽量不让它困扰我。在有限的生活时间里，谭健次很少焦虑。没工作的时候，他就待在家里，享受2只宠物狗的陪伴，没事儿就打打闹闹，逗他们。现阶段，谭健次希望大家听到自己的名字时，想到的是口碑，觉得这部戏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舞台可以看一下，这场演唱会可以看一下，那么这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信任、肯定。